得知自己癌症晚期后，我笑得很开心。像我这种辜负了老婆和家人的人，注定不得好死。自从当年我没日没夜的赌钱喝酒，败光家业之后，老婆带着女儿绝望跳河，我才真正醒悟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败类。为了逃避现实，我没日没夜的工作，白手起家，硬是成了一个年入千万的公司老板。现在我终于要结束我这罪恶的一生了。在我将全部身家捐给贫困山区之后，我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等死。可当我再次睁开眼，耳边却传来了熟悉的声音。外面传来嘈杂的声音，其中有一道却让我感觉格外的熟悉。我皱着眉猛地从床上坐起，大声喊道：谁？似乎是被我这突然的一嗓子吓到了，外面的声音猛然一停，三个满身酒气的年轻男人很快就推开门挤了进来。一个瘦高个咧着嘴挤眉弄眼的吆喝着：志强哥，发什么疯呢？吓我们一跳。就是啊，刚在外面听见你喊得跟杀猪似的，咋了？做噩梦了？最后一个矮胖子搓着手，一脸坏笑。志强哥，出去玩啊？小嫂子抱着孩子堵在门外面，说什么你不在家？怎么着？小嫂子刚出月子，就让志强哥迈不开腿了？瘦高个拍了拍我的肩膀。走了走了，老地方3缺1，今天手气肯定好，赢了钱我请你喝2锅头。听着这一连串的话，我终于睁开眼回过神来。我不是死了吗？志强，他们认识我，声音好熟悉。那个说话的女人是谁？嫂子，老婆，是我老婆吗？我慌张地扫视了一圈房间，却猛然发现这房子竟然是我30年前的家。重生了，我真的重生到了我30年前的家。我顾不得理他们3个，瞬间从床上跳下去，推开他们，光着脚就往院子里冲。老婆，文秀！等我冲到院子里，眼泪已经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。老婆文秀正抱着闺女在院子角落里蹲着，看着他们缩成一团的样子，我心如刀割。老婆，老婆她还在，她还活着。等老婆抬起头，脸上已经满是泪痕。她看见我，身子猛地一颤，抱着孩子往后缩了缩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。志强，别打我了，我知道错了，家里真的1分钱都没有了。我妈昨天给的5块钱也被你拿走了。我流着泪，心中全是悔恨。她会这么怕我，全都是因为我。她才刚刚生了孩子，上辈子的我却对她不管不顾，还没日没夜的酗酒赌博，甚至动不动对她拳打脚踢，简直就是个畜生。我痛哭流涕，上前一步想要抱住她，她却吓得尖叫一声：别打我，求求你别打我，别卖孩子，我去捡破烂赚钱，我去给人洗衣服，求你别卖妞妞。我连忙停下脚步，蹲在她面前。老婆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不打你，我再也不打你了，我也不卖妞妞，妞妞是我的宝贝女儿，我疼她还来不及呢。老婆却流着泪抱着孩子瑟瑟发抖。你骗人，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，喝完酒就打我，还说要把妞妞送去换酒钱。我轻轻擦去老婆脸上的泪痕，柔声说：老婆，我这次是认真的，我发誓，以后我再也不喝酒，再也不赌博，再也不跟那些狐朋狗友来往了，我好好赚钱，让你和妞妞过上好日子。还不等老婆回话，他们3个就从屋里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，还是那个瘦高个，叼着根烟，玩味地笑着。哟，志强哥，跟嫂子演苦情戏呢？还得是咱们志强哥，女人不听话就是该打，打一顿就老实了。黄毛跟着点头。就是，女人如衣服，兄弟如手足，为了个女人扫兄弟们的兴，多不值当。走了，志强哥，再晚就没位置了。我听到这些话，捏紧了拳头。这几个就是我上辈子的那些狐朋狗友，跟着他们几个玩，除了喝就是赌。老婆眼中刚刚冒出一丝希望的光，听到这句话后，看到我捏紧了拳头，赶忙又绝望地闭上眼睛，把头缩回怀里。我痛苦地闭上眼睛，心中已经满是怒火。猛地睁开眼，我指着他们3个：给我滚！他们3个愣了一下，瘦高个一脸诧异：志强哥，你说啥？我说让你们滚，以后别来烦我，有多远滚多远。我扭头捏着拳头就朝着瘦高个砸去，一拳打到他的脸上，连他叼着的烟都甩飞了出去。老婆的身子猛地抖了一下，却猛然发现拳头并没有落在自己身上。老婆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，看见我居然一反常态地追着我的好兄弟打，猛然瞪大了眼睛。陈志强，你疯了！黄毛和矮胖子连忙上来拉我，我反手一人给了一拳。滚！再敢来我家，我
我打断你们的腿！这3个也都不是什么好鸟。前世的我有那么混蛋，就有这几个家伙的一臂之力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再和他们搅和到一块儿了。3个人被我打懵了，其中1个人反应过来之后还想开口说话，可他看到我通红的眼睛，还是闭上嘴和他们互相搀扶着跑了出去。毕竟我这些年来打架凶狠不要命的名声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看着他们捂着脸跑出院子，我扭头看向了旁边瞪着大眼睛震惊的老婆。我收起刚才的凶力，轻笑着柔声道：老婆，你看，我把他们都打跑了，我发誓，再也不赌了，再也不跟他们来往了。我扶起老婆，轻轻擦去她脸上的泪痕。她抿着嘴没说话，眼神里满是怀疑和惊讶。我知道，想改变老婆对我的看法，还需要时间和我的实际行动。我把老婆和孩子轻轻抱在怀里，再次认真地说：老婆，我陈志强对天发誓，一定改好，让你和闺女过好日子。如果我再赌钱，再喝酒，再打你，就让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说完，我低下头看着老婆，可老婆还是没说话，下意识缩了缩身子，眼泪又是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她肯定还是以为我又像之前一样，酒醒之后的3分钟清醒，3分钟热度。我看着她不信任的目光和紧闭的嘴唇，心里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可就在这时，老婆的肚子却突然响了起来，咕噜，我的脸瞬间就红了。这才想起来家里现在什么吃的都没有，丈母娘前天来看孩子接济的钱也被我拿出去赌博喝酒了，连老婆的肚子都填不饱，还在这瞎说大话。我把老婆凌乱的发丝拢到耳朵后，柔声说：你现在肯定特别饿，别的话咱们晚点再说，我先去给你弄吃的，你等着，我一定让你吃上热乎饭。不等老婆回话，我起身吻了一下老婆的额头，便匆匆回去穿上鞋出了门。老婆，
推到了一边。李社长拿着收音机翻来覆去的看，眼睛都亮了，拍着我的肩膀，语气也变了。好小子，真有本事，是我看走眼了，太谢谢你了，你可帮了我大忙了。他当场从兜里掏出10块钱塞给我，这可是当时普通工人小半个月的工资，能买10斤猪肉或50斤白面，足够老婆和孩子吃好久了。李社长又握着我的手说，这批货一共12台，我按1块5一台给你算，总共18块，这10块先给你当定金，剩下的8块等你修完了立马给你，以后供销社电器全找你修，计件给钱，绝不拖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住哪个村的？我攥着那皱巴巴的10块钱，手心都出汗了。这是我重生以来靠自己手艺挣的第一笔钱，比我之前赌桌上赢的任何一笔钱都要沉，也都要踏实。我看着李社长用力点了点头。我叫陈志强，陈家村的。好，2小时我全修好，保证1台都没问题。社长大喜过望，连连点头应允。旁边几个师傅以为我只是碰运气，就搬着凳子坐在旁边盯着我一台台的拆机维修。可不到2个小时，所有的收音机就都被我修好了，全部都经过了他们的检查，没有一点问题。不过他们好奇和惊讶的眼神，我拿上尾款跟社长告别之后，就着急忙慌地跑了出去。李社长，我先走了，以后有活随时找我。好，慢走啊，志强。我攥着手里的18块钱，一头扎进供销社柜台，精打细算给老婆和闺女置办了满满2大兜东西，买了白面、肥猪肉、红糖、鲜鸡蛋、小米、挂面，还给老婆挑了双新方口黑布鞋，扯了的确凉蓝布和红花布，给闺女备了软乎的白细棉布，还买了格力油、檀香皂、粗毛巾和一大包水果糖，总共花了17块多。我把剩下的钱紧紧揣在贴身口袋里，用粗麻绳把东西捆得结结实实，快步往家赶。推开院门，老婆抱着闺女缩在门槛上，满眼惶惑。她看见我拿着这么多东西回来，吓得一下子站了起来，脸色瞬间就白了。你又去偷东西了，志强，你不能再干坏事了，会被抓去坐牢的。我连忙放下东西，上去跟老婆解释。老婆，这是我下午去城里赚的干净钱买的，我没偷也没抢，是修电器挣的。看着老婆怀疑的目光，我又好气又好笑，上前认认真真的说，我发誓，钱全是干净的，骗你我不得好死。我轻轻抱住微微颤抖的老婆。老婆，我修电器挣了钱，这些全给你和妞妞买的。我打开兜子，把白面、猪肉、红糖、鸡蛋、雪花膏一一摆开。你看，这是给你买的红糖，补气血的；这是鸡蛋，给你补身子；这是新布鞋，你那双旧的都磨破底了；还有这2块布，回头给你做新衣服；这是给妞妞买的细棉布，给她做小被子、小衣服。老婆看着看着，眼泪瞬间无声地落了下来。我扶她起身，轻轻擦干了她的泪水，转身去厨房烧火。她现在需要独处，我知道老婆还需要时间来慢慢接受我突然改变的事实。灶堂里的柴火噼啪作响，橘红色的火光映得整个厨房暖融融的。我把红糖块放进搪瓷缸，兑上滚烫的开水，用勺子轻轻搅开，甜丝丝的香气立刻漫了出来。我端着红糖水走到老婆身边，她还抱着闺女坐在门槛上，眼神里的惶惑淡了些，多了几分不知所措的柔软。我蹲下身，把搪瓷缸递到她手里，声音放得轻缓又温柔。刚出月子不能喝凉的，喝口红糖水暖暖身子，补补血气。慢点喝，别烫着。老婆的手指触到温热的缸壁，身子微微一颤，抬头看我的时候，眼眶又红了。她小心翼翼地抿了一口，红糖的甜润划过喉咙，像是暖到了心底里。我看着她怀里的小闺女，粉雕玉琢的小脸蛋儿，闭着眼睛睡得安稳，小嘴巴还轻轻抿着，像极了老婆。上辈子我连抱都没好好抱过她，甚至说出要卖她的混话。现在看着这小生命，心里软得一塌糊涂。闺女叫什么名字？我轻声问。上辈子我浑噩度日，连闺女的名字都没上心过，只知道旁人喊她妞妞，连个正经大名都没有。老婆抱着孩子的手紧了紧，低声说，还没取大名，都叫她妞妞。你以前说女孩子不用取名字，反正早晚要嫁人。我心里一疼，握住她的手。那是我混蛋，咱们妞妞是宝贝，怎么能没有大名？那咱们给她取个大名，叫陈念秀，念着文秀，念着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。我看着老婆的眼睛，一字一句说得认真。以后妞妞就是咱们的掌上明珠，我疼她，更疼你。老婆的眼泪瞬间掉了下来，砸在妞妞的小被子上，晕开一小片湿痕。她别过头，不想让我看见她哭，可肩膀却控制不住的轻轻颤抖。我伸手轻轻揽住她的肩，不敢用力，怕吓到她，只是轻轻拍着，像哄孩子一样温柔。不哭了，以后咱家只有好日子，没有眼泪。以前让你受的苦，我这辈子都加倍补偿你。
把他扶到屋里的土炕上，给他垫上软和的被子。我转身又回了厨房，锅里的水已经烧开，我抓了2把挂面下进去，又敲了2个鲜鸡蛋，握成圆滚滚的荷包蛋，再切了几片肥猪肉，煸出油脂，撒上一点点盐，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肉丝面就煮好了。端到炕边时，老婆正看着妞妞发呆，脸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痕。我把碗递到她手里，笑着说：“快吃，刚出锅热乎的，你吃饱了，妞妞才能吃饱，多吃点，锅里还有呢。”老婆看着碗里金黄的荷包蛋、喷香的肉丝和细白的挂面，手指攥着碗沿，脸红红的，迟迟没动。这在以前是逢年过节都吃不上的好东西，而我这个从前只会抢她口粮、赌光家底的混蛋，如今却亲手给她做了这样一碗面。我坐在炕边，耐心地劝着：“吃吧，都是给你的，以后我天天给你做，顿顿让你吃好吃的，把你养得白白胖胖。等以后有钱了，我天天给你炖鸡汤、煮排骨。”老婆终于低下头，小口小口地吃了起来，眼泪混着面汤咽下去。这一次却不是绝望的泪，而是带着暖意的、酸涩又幸福的泪。我就坐在旁边看着她吃，心里满是踏实。上辈子我腰缠万贯，却守着空荡荡的房子孤独等死。这辈子哪怕只有一碗面、一个家、一个他，就胜过万千财富。等她吃完，我接过空碗去洗，又用温水给她擦了擦手和脸，把蛤蜊油挖出来一点，轻轻抹在她干裂的手上。老婆把手给我，她的手因为常年操持家务被我搓磨，粗糙的全是裂口。我看着心疼，一遍遍轻轻揉着。以后那些粗活都不用你干了，你只管养身子，陪妞妞，洗衣服、做饭、挑水、劈柴都我来，你啥也不用管。老婆的手降在我手里，抬头看着我，眼里的怀疑终于少了几分，多了一丝微弱的光亮。老婆红着脸，低着头，闷闷地说道：“你也别太累了，我能干的。我又不是娇小姐，这些活我都干惯了。”听到老婆的话，我心里暖暖的，得意地笑了起来。老婆，照顾好你和妞妞，永远都是我最重要的事。累点算什么？只要你们娘俩开心，我干啥都愿意。夜里，我把土炕烧得滚烫，让老婆和妞妞睡在炕头最暖和的地方。我躺在炕梢，听着身边母女俩均匀的呼吸声，一夜无梦。这是我几十年来睡得最安稳的一夜，没有债务的催逼，没有酒精的麻痹，没有失去妻女的悔恨，只有身边人的温度和满心的希望。天刚蒙蒙亮，我就轻手轻脚地起了床，生怕吵醒熟睡的母女俩。院子里的露水还没干，我又挑着水桶去井边打了2桶水，把水缸灌满。转过身，我又拿起扫帚，把院子里里外外扫得干干净净。回到厨房，我生火熬小米粥，又蒸了几个鸡蛋，把昨天买的白面合上，烙了2张软乎乎的白面饼。80年代的农村，白面饼是稀罕物，寻常人家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口。我把饼烙得金黄酥脆，飘出的香味飘满了整个小院。等老婆醒过来的时候，桌上已经摆好了热气腾腾的小米粥、水煮蛋、白面饼，还有一碟小咸菜。她抱着妞妞走出屋，看着桌上的早饭，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。我笑着朝她招手，把最软的那张饼递到她手里：“快过来吃早饭，小米粥养人，你多喝2碗。鸡蛋也吃了，补身子。饼刚烙好，还热乎着呢。”老婆坐在桌边，捧着白面饼，手指微微发抖。她咬了一小口，香甜的面香在嘴里散开，眼泪又忍不住落了下来。我连忙抽了毛巾给她擦眼泪，轻声哄着：“吃早饭哭什么？以后不许哭了，我看着心疼。”我握住她的手，眼神无比认真。我早就该改了，以前我混蛋，对不起你和妞妞。这辈子我用命疼你们，再也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。我陈志强说到做到。吃完早饭，我把昨天买的新方口黑布鞋拿了出来，蹲在地上轻轻抬起她的脚，要给她穿上。老婆吓得连忙往回缩脚，脸涨得通红。我自己来，让别人看见多不好。我给你穿。我不由分说，轻轻脱掉她脚上那双磨破了底的旧布鞋，把新鞋套在她脚上，大小刚刚好。黑布鞋的面料软和，针脚细密，穿在脚上又舒服又好看。我抬头看着她，笑着说：“真好看，我媳妇儿穿啥都好看。等以后有钱了，给你买皮鞋穿，比这个还好看。”老婆的脸瞬间红到了耳根，低着头不敢看我，嘴角却悄悄扬起了一抹浅浅的笑意。我又把昨天扯得的确凉蓝布和红花布拿出来，放在她面前。等有空了，咱们去找城里的裁缝，给你做2身新衣服，蓝的做褂子，红的做裤子。老婆，你穿红衣服最好看。再给妞妞做一身小裙子，漂漂亮亮的。别浪费钱。老婆小声说，她节俭惯了，舍不得花钱做新衣服。咱们攒着钱，以后给妞妞上学用。不浪费。我刮了刮她的鼻子，语气宠溺。我赚的钱就是给你花的，你漂漂亮亮的，我开心。妞妞的学费我早就打算好了，肯定让她上最好的学。就在这时，院门外传来邻居婶子的说话声，隔着院墙往院里瞅。文秀啊，
早上闻着你家香味儿了。志强那混小子没再欺负你吧？要是他敢欺负你，你跟婶子说，婶子帮你骂他。我起身走到院门口，拉开门，笑着对婶子说：“王婶儿，我以后再也不混了，好好过日子，疼文秀和妞妞。以后我要是敢欺负文秀，你第一个打我。”王婶看着我，又看了看院里穿着新鞋、眉眼温柔的文秀，满脸的惊讶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志强真的改好了，真是太好了。文秀总算熬出头了。”消息传得快，不过一上午全村都知道陈志强变了，不赌不喝，还给老婆做饭买新鞋，成了疼媳妇的好男人。安顿好老婆和妞妞，我揣着剩下的几毛钱，再次往县城供销社赶。昨天修好了12台收音机，李社长对我赞不绝口，早就跟我说好了，以后供销社所有的电器维修都包给我，还说店里新到了一批电风扇，有几台出了故障，正等着我去修。到了供销社后院，李社长看见我，立马迎了上来，手里还拿着一沓钱。志强，可算来了，这是上次剩下的尾款，还有昨天修收音机的额外补贴，一共25块，你拿着。你可太厉害了，那些电风扇我找了好几个师傅都修不好，就等你了。我接过钱，心里暖暖的，这都是靠自己的手艺赚的干净钱，比赌桌上赢1万块都踏实。李社长，客气啥？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对了，李社长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李社长疑惑的点了点头，我直接开口：咱们县城里，不管是供销社、商店，还是老百姓家里，肯定有不少坏掉的旧电器，收音机、电风扇、缝纫机啥的，扔了可惜，修修还能用。我想把这些旧电器收过来，修好再卖，或者送回来，既能帮大家省钱，我也能多赚点，还能让东西不浪费。李社长眼睛一亮，拍着大腿说：“好主意啊！现在电器金贵，我这就帮你打听，谁家有坏电器，都让往你那儿送。周边乡镇的供销社，我也帮你打招呼，让他们把坏电器都给你留着。”跟李社长聊完，我花了1个小时，把供销社里故障的电风扇全都修好了。李社长又给了我10块钱工钱，还跟我约定以后周边乡镇的供销社都把维修活介绍给我。我攥着手里的钱，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计划。光靠我一个人修，速度太慢，赚的也有限，不如带着村里的乡亲们一起干，让大家去各村各户收破旧电器，我来统一维修，再教大家简单的拆卸和基础维修技能，这样既能扩大规模，还能带着全村人一起赚钱。上辈子我孤家寡人，这辈子我不仅要让自己的小家过上好日子，还要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，这才是重生的意义。一路小跑回家，我把赚的钱全都交给老婆，让她收着。老婆看着我递过来的35块钱，吓得连忙摆手：“太多了，你自己拿着，我不用。你在外面跑，身上得留点钱。”家里的钱都归你管。我把钱塞进他手里，握着他的手不放。我一个大男人，身上不用带钱。我坐在他身边，把收旧电器带村民赚钱的计划跟他说了一遍。老婆听得眼睛发亮，她从来没想过坏掉的电器还能赚钱，更没想过我能带着全村人一起致富。乡亲们会愿意跟着我干吗？肯定能成。我揽过他的肩膀，温柔地说：“你就等着看吧，用不了多久，咱们家就能盖新房，咱们村就能人人都赚上钱。乡亲们只要看到能赚钱，肯定愿意跟着干。”第2天一早，我就去找了村里最老实本分的几个人：张二柱、李铁蛋、赵老四。这3个人都是村里的勤快人，家里穷，没什么营生，整天在家种地，赚不了几个钱，人也实在，不会耍滑头。我把他们叫到我家院子里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二柱、铁蛋、老四，我知道你们家里都困难，现在有个赚钱的路子，你们想不想干？正经生意，不偷不抢不赌博。”李铁蛋听完脸都白了：“志强哥，我们可没钱去赌，家里还欠着钱，不是赌博，正经生意，我都说了不赌了。”张二柱挠了挠头：“志强哥，我们就会种地，别的啥也不会，能赚啥钱啊？”“是啊，我们笨手笨脚的，啥也干不了，不用你们会修，就负责跑腿收东西。”我指着院里的空地方：“你们去周边的村子县城里收老百姓家里坏掉的旧电器，收音机、电风扇、黑白电视、缝纫机都行，我给你们收价。坏收音机5毛1台，电风扇1块，电视5块，收回来我来修，修好卖了钱，咱们4、6分，你们4我6，咋样？”3个人一听眼睛都直了，5毛1台的收音机收回来修好能卖2、3块，他们跑一趟腿就能赚不少，这比种地强100倍。志强哥，真的假的？我们就收东西就能分钱，不用我们出钱，真的。我拍着胸脯保证。我陈志强在说话算话，绝不坑你们。而且等以后
我还教你们修电器。张二柱第一个点头。干，我干！志强哥，我信你，反正我家也穷，没啥可输的。我们也干，跟着志强哥干，肯定没错。我当场给他们每人拿了5块钱启动资金，让他们去收电器。这钱先拿着，当收电器的本钱，赚了钱再还我，赔了算我的。放心大胆去收，有多少收多少。3个人攥着钱，激动的手都抖了。谢谢志强哥，你真是我们的恩人，我们肯定好好干。看着他们跑出去的背影，我知道我的致富计划正式开始了。回到屋里，老婆正抱着妞妞看着我，眼里满是崇拜。志强，你真厉害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。我走过去抱起她，在她额头亲了一口。以后更厉害，让你和妞妞享清福，都是因为有你，我才有动力。老婆靠在我怀里，小脸通红，却没有躲开，整个人都软乎乎的。不过半天时间，张二柱他们就扛着一堆旧电器回来了，破收音机、旧电风扇、坏缝纫机，堆了小半个院子，都是他们走村串户收来的，一共花了不到10块钱。老婆看着堆成小山的坏电器，有点担心。志强，这么多坏的能修好吗？别累着自己了。放心，都能修。我笑着挽起袖子开始动手，这些都是小毛病，难不倒我。我先把坏电器分类，然后教张二柱他们简单的拆卸步骤。先把外壳螺丝拧下来，小心别碰坏里面的零件。收音机的零件小，轻拿轻放。我手把手的教他们，拿着螺丝刀一点点演示怎么拆外壳，怎么检查线路，怎么分辨零件好坏。80年代的电器结构简单，故障大多是线路虚焊、零件松动、电容漏电，只要掌握技巧，很容易修好。张二柱他们学得认真，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我，跟着我的动作一点点学。志强哥，这个小铁块是啥？赵老四指着中频变压器问：“这是磁芯，松了收音机就没声儿，拧一拧就好。”我一边说一边动手调整，一台破收音机在我手里，几分钟就修好了。按下开关，清晰的广播声传了出来，3个人看得目瞪口呆，连连惊叹：“志强哥，你也太神了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，跟变魔术似的。”我笑着说：“这都是简单的活儿，你们多练几次就会了。以后简单的拆卸换零件，你们就能干；复杂的故障我来修，咱们分工合作，效率更高。等你们学会了，我就不用这么累了。”1下午的时间，我带着他们修好了8台收音机、3台电风扇、2台缝纫机。修好的电器崭新如初，声音清亮，运转正常。我把修好的电器搬到县城供销社，李社长一看，立马全收了，给了我40块钱。志强，你这手艺真是没话说，以后修好的电器都往我这儿送，有多少我收多少。回到村里，我按照约定给张二柱他们每人分了5块钱。5块钱在当时购买20斤白面，是他们种地好几天的收入。3个人攥着钱，激动的说不出话，对着我千恩万谢。志强哥，你真是我们的恩人，跟着志强哥干，咱们肯定能发财。以后我们全听志强哥的。消息很快传遍全村，村民们都坐不住了，纷纷跑到我家，想跟着我一起收电器、学维修。我家小院里瞬间挤得水泄不通，男女老少都攥着衣角，眼神里满是期盼，就等着我点头让他们加入。志强，带带我吧，我也想赚钱。志强哥，我手脚麻利，啥活都能干。志强，我家孩子等着交学费呢，求求你带带我。我站在院子中央，抬手压了压，语气沉稳有力。乡亲们，静一静！我知道大家都想过上好日子，我陈志强重生一回，别的不敢说，一定带着咱们陈家村的人一起赚干净钱，过好日子。人群瞬间爆发出欢呼声，几个大娘激动得直抹眼泪，嘴里不停念叨着：“志强是个好孩子，总算带咱们出头了，这下咱们陈家村有盼头了。”我当场定下3条死规矩，声音传遍整个小院。第一，自愿加入，绝不强迫。想收电器的进回收组，想学手艺的进维修组，妇女同意愿意帮忙的就负责打理电器外壳、擦拭清洁。第二，所有收来的电器统一登记，我来负责核心维修，简单拆卸和基础检修我免费教，包教包会。第三，赚的钱当天分，回收组4成，维修组3成，剩下3成留着扩规模，绝不拖欠，绝不克扣。话音刚落，全场拍手叫好，没有一个人有异议。好，志强说的对，我们都听志强的，跟着志强干，准没错。我把村里的青壮年分成4个回收小队，每个小队负责2个周边村子，划清片区不抢生意，又挑了10个手脚麻利、脑子灵光的年轻人，组成核心维修组，留在我身边学手艺。老婆看着满院子忙碌的乡亲，也想上前搭把手。刚蹲下去要擦收音机外壳，我就快步走过去，轻轻把她拉起来。你刚出月子没多久，身子还虚，这些粗活不用你碰。我伸手拂去她额角的碎发，
语气满是宠溺。你就坐在树荫下看着，陪妞妞玩，渴了我给你倒水，饿了我给你拿糖，累坏了我心疼。老婆脸颊微红，轻轻挣脱我的手，却还是乖乖坐在小板凳上，抱着妞妞看着我，眼里的温柔快要溢出来。我转身拿出纸笔，把收音机、电风扇、缝纫机的常见故障和维修步骤一笔一划写在纸上，又找了块木板，用炭笔简单画了线路图，钉在墙上，方便维修组的人随时看。大家记着，收音机没声先调中周，电风扇不转先查线路，缝纫机卡针先看摆缩，都是小毛病，多练2次就熟了。我手把手的教，从拧螺丝、焊线路到调磁芯，每一个动作都放慢速度，耐心讲解。来，二柱，你试试，手稳一点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很好。维修组的年轻人学得认真，手里拿着螺丝刀，跟着我的动作一点点模仿。不到2个小时，就有3个人能独立拆卸收音机了。傍晚时分，回收组的4个小队陆续回来，麻袋里装满了坏电器，堆得像小山一样。我粗略一数，足足有40多台，收音机、电风扇、缝纫机样样都有。老婆抱着妞妞走到我身边，轻声说：志强，这么多咱们能修完吗？别熬太晚了，身体要紧。我握住她的手，笑着点头。放心，有咱们这么多人，明天一早就能修完。以后咱们的生意只会越来越大。等忙完这阵儿，我带你和妞妞去县城逛一逛，给你买新衣服。当晚我把第一天赚的钱全部分下去，每个人最少拿到3块钱，最多的拿到8块。拿到钱的村民们欢天喜地，回家的路上都在夸我。陈家村的夜晚第一次充满了欢声笑语。第二天天不亮，我就轻手轻脚起床，生怕吵醒老婆和妞妞。我先去厨房烧火，熬了1锅小米红枣粥，又蒸了6个鸡蛋，把白面和好，烙了4张又软又香的白面饼，还切了1碟自己腌的小咸菜。等老婆醒过来，桌上已经摆好了热气腾腾的早饭。我把粥盛到碗里，递到她手上，又剥了鸡蛋放在她碗里。快吃，粥熬得烂，好消化，鸡蛋补气血，你多吃点。今天我给你煮了红枣粥，补血的。老婆捧着碗小口喝着粥，看着我满眼笑意。自从我重生后，她再也没挨过饿，受过冻，每天都能吃上热乎饭，这是她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日子。吃完早饭，我把昨天赚的钱全部塞进老婆手里，一分不留。家里的钱都归你管，以后我赚的每一分钱都交给你，你想攒着就攒着，想给妞妞买东西就买，不用跟我商量。你要是看上啥喜欢的就买，别舍不得。老婆攥着钱，眼眶微微发红，轻轻点头。我都给你攒着，以后给妞妞盖房子娶媳妇儿。我刚要出门去工棚，老婆突然叫住我，从屋里拿出一个布包递到我手里。这是我给你缝的护腕，你修电器总拧螺丝磨手，戴上这个能舒服点。我接过护腕，上面是细密的针脚，还绣了一朵小小的梅花，心里暖得发烫。我低头在老婆额头亲了一口，她瞬间红了脸，抱着妞妞躲进屋里。谢谢你，老婆，有你真好。到了村口的临时工棚，维修组的人已经到齐了。我带着大家开始检修昨天收来的电器，我负责复杂故障，其他人负责拆卸、换件、擦拭，分工明确，效率极高。中途我发现赵老四焊线路的时候手不稳，容易虚焊，就走到他身边，握着他的手，一点点教他握烙铁的力度。手腕要稳，烙铁碰一下就走，别停留太久，不然会烧化零件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慢慢来。赵老四连连点头，跟着我练了几次，手法立刻熟练了不少。临近中午，李社长骑着自行车赶来，手里拿着一沓钱，还有一张纸条。志强，可算找到你了！周边3个乡镇的供销社都找过来了，说有大批坏电器要修，我都给你揽下来了。这是预付的定金100块。我接过钱和纸条，心里大喜，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意已经走出县城，覆盖周边乡镇了。太好了，李社长，谢谢你。你放心，我肯定按时修好，绝不耽误事儿。我当场拿出20块钱给维修组和回收组的人加了分红，所有人都喜出望外，干活更有劲头了。谢谢志强哥，我们一定好好干。傍晚回家，我一进门就闻到了饭菜香，老婆居然学着我的样子做了一锅面条，还握了鸡蛋。我看你每天辛苦，想给你做顿饭。老婆低着头，有些不好意思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我快步走过去抱住她，在她耳边轻声说：好吃，我老婆做的啥都好吃，有你在，我再辛苦都值得。那天晚上我给老婆抹蛤蜊油的时候，发现她的手细腻了不少，再也没有以前的裂口，我心里满是欣慰，暗暗发誓一定要把她宠成最幸福的女人。半个月下来，我们的电器维修回收生意越做越火，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坏电器送过来，修好的电器刚摆上供销社的柜台就被抢购一空。我算了算账，
手里足足攒了500多块钱，这在80年代的农村可是实打实的巨款。看着家里低矮破旧的土坯房，墙面裂着大缝，下雨天还漏雨，我当即决定推倒老房，盖一座全村最气派的砖瓦房。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老婆，她吓得捂住嘴，连连摆手。太多了，盖房子太浪费，咱们还是攒着吧。现在的房子也能住，不用盖新的。我握住她的手，语气坚定。钱就是用来给你和妞妞花的。咱们要盖3间大瓦房，有玻璃窗、水泥地，还有独立的厨房和储物间，让你和妞妞住得舒舒服服，再也不用风吹雨淋，再也不用下雨天接雨水。这是我欠你的，必须给你补上。老婆看着我坚定的眼神，轻轻点头，眼里满是期待。好，都听你的。第2天我就找来了村里最好的瓦匠和木匠，定下盖房的图纸，又去县城买了青砖、红瓦、水泥、松木梁，花了整整300块，把材料备得足足的。村民们听说我要盖房，全都主动跑来帮忙搬砖和泥、搭架子，不用我管饭，不用我给钱，一个个干得热火朝天。志强哥带咱们赚钱，盖房这点忙算什么？就是，跟着志强哥，咱们都能盖新房。现在先帮志强哥干。志强哥是咱们村的大恩人，这点活不算啥。老婆看着满院子帮忙的乡亲也想烧水递茶，我连忙把他拉到树荫下的椅子上，给他扇着扇子。你别忙活，好好歇着，这些活有乡亲们呢。你要是累着了，我心疼。老婆笑着靠在椅背上，看着我忙碌的身影，满脸幸福。盖房的间隙，我依旧带着村民们收电器、修电器，生意丝毫没有耽误。我还在村口搭了一座更大的工棚，摆上4张工作台，买了新的螺丝刀、烙铁、万用表，分给维修组的人，让大家干活更顺手。我还叫村里的妇女们把修好的电器外壳打磨光滑，刷上一层新漆，看起来和新的一模一样。卖价直接翻了1倍。老婆带头干活，把电器擦得锃亮，摆得整整齐齐，成了工棚里最亮眼的风景。我看着老婆忙碌的样子，时不时走过去给她擦汗递水，惹得乡亲们纷纷打趣。志强哥现在是把文秀嫂子宠上天了，真是给人羡慕坏了啊！就是，文秀真是好福气，嫁了个这么好的男人。老婆脸颊通红，却满心欢喜，再也没有了以前的惶恐和自卑。房子盖到一半，我发现回收组的人收电器的范围还是太小，很多偏远村子的坏电器没人收，当即决定扩大回收范围，覆盖全县所有乡镇。我把回收组扩成8个小队，每个小队配1辆自行车。我自掏腰包给每个小队买了1辆2手自行车，方便他们跑远路。以后大家骑车去收电器，不用再走路，效率更高，赚的钱也更多。大家加油干！以后咱们都买上自行车。村民们看着崭新的自行车，激动的欢呼雀跃。在80年代，自行车可是稀罕物，如今跟着我干，居然能用上自行车收电器，这是他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。谢谢志强哥，我们一定好好干。我又把维修组分成2个小队，一队负责修旧电器，一队负责上门维修，明码标价，收音机维修5毛，电风扇1块，缝纫机2块，绝不乱收费。消息传开，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都来找我们修电器，每天工棚门口都排着长队，我们的口碑越来越好，成了全县有名的良心维修队。这天，四叔突然来到工棚，手里拎着1袋鸡蛋，站在门口有些局促不安。我看见他，连忙放下手里的螺丝刀，快步走过去。四叔，您怎么来了？快进来坐。四叔看着我，满脸愧疚。志强，以前是四叔不对，不该把你拒之门外，没想到你真的改邪归正，还带着全村人致富，四叔对不起你。我笑着扶住四叔，把他拉进工棚。四叔，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，我不怪您，以前是我太混蛋，让您失望了，您骂我是应该的。四叔看着工棚里忙碌的村民，看着堆成山的电器，连连点头。好，你真是长大了，有出息了，四叔为你骄傲。我留四叔吃了午饭，饭桌上，老婆给四叔盛饭夹菜。四叔看着温柔贤惠的老婆，看着可爱的妞妞，不停夸我有福气。志强，你真是娶了个好媳妇儿，又生了个好闺女，以后好好过日子。四叔，我知道。送走四叔后，老婆拉着我的手轻声说：志强，你现在不仅让咱们家过上好日子，还让乡亲们、亲戚们都认可你了，我真为你开心。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。这都是因为有你，有你在，我才有奔头，没有你，就没有现在的我。1个月后，3间宽敞明亮的砖瓦房顺利落成，青砖墙、红瓦顶、大大的玻璃窗，屋里水泥地平整光滑，墙壁刷得雪白，厨房砌了新灶台，
储物间隔得整整齐齐，还有一间专门给妞妞留的小房间，是全村最漂亮的房子。搬家那天，全村人都来祝贺，鞭炮声噼里啪啦响个不停，热闹非凡。我把老婆和妞妞抱进新房，指着每一个房间，满脸笑意。老婆，这是咱们的卧室，这是妞妞的小房间，这是客厅。以后咱们就在这儿过日子，再也不用漏风漏雨。以后咱们就在这里，安安稳稳过一辈子。老婆看着崭新的房子，眼泪瞬间落了下来。这一次是幸福的泪水。志强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和妞妞一个家。我擦去她的眼泪，笑着说：“傻瓜，我是你男人，给你和孩子一个家是我应该做的。以后我会给你更好的生活。”